10月2号，美国的一艘核动力潜艇在南海国际水域撞上不明物体，造成严重后果，而美国隐瞒了好几天才通报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10月7号，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的一艘海狼级核动力潜艇康涅狄格号于10月2号下午在南海地区国际水域潜航时撞到了一个不明物体，造成潜艇颠簸，潜艇上的人员受到了擦伤，但并没有严重的伤情，潜艇的核动力装置也没有受到影响，仍在正常航行。美国官员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中国南海国际水域，事件造成了不到15人受轻伤，有2人的伤势被列为中等，可见撞击的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目前这艘海狼级核动力潜艇正在依靠自身的动力驶往关岛，目前还不清楚这艘潜艇撞击了何物。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潜艇于1997年下水，1998年开始服役，是美国海狼级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中的一艘。这艘核动力潜艇的设计目标，当时主要是用于对付前苏联的核潜艇部队的。但是当他们设计完成、制造出来以后苏联已经解体了，因此海狼级核潜艇最终由原计划制造的26艘减为了3艘。尽管如此，这艘先进的核动力攻击潜艇还是具有强悍的水下攻击能力以及超强的隐身和静音能力。它的水下排水量达到9100吨，个头并不算很大，但是能够携带各种各样先进的武器系统。它的水下探测装置也是相当优异的，舰首配有主动和被动式的声呐阵列探测装置，舰艇的2侧以及尾部也配有各种不同的声呐装置。按理说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严重的事故，但是实际上海下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核动力潜艇它的最大弱点就在它的探测装置看不远，是近视眼儿。如果采用主动声呐系统它的探测距离是比较远，而且精度也比较高，但是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因此他们在潜航的时候往往更多的是使用被动声呐。那么被动声呐虽然也不错，但是相对的探测距离比较近，再加上南海地区的海下情况相对比较复杂。那么这次严重事故是不是触礁，目前不得而知，它也可能撞上了水下或者水面的不明物体，包括潜航器以及水面的一些大型船只。如果它的潜深比较浅撞上10几万吨甚至几十万吨的大型船只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再加上它的潜艇声呐兵疏忽大意，那么撞船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一艘海狼级核动力潜艇和大型民用船舶相撞，民用船只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而海狼级恐怕就会受到比较大的撞击。当然，如果它在水下撞上了一些排水量相对比较大的潜航器，而且是2者迎头相撞，那么这个损伤应该说也会比较大。当然也不能排除它在这个海域和某个国家的潜艇发生刮碰相撞这样的情况，因为这是有先例的。前几年英国和法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就在大西洋海域发生过近距离相撞，结果2艘潜艇都造成了损伤。尽管它们都有比较先进的声呐系统，但是这些核动力潜艇它的静音效果非常好，也就是在水下的隐身能力比较强，双方的声呐兵没有看到对方。目前这艘
海狼级核潜艇正在驶往关岛途中，最终它是和什么样的物体发生相撞，恐怕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查才能够确认。但是不管怎么讲，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在南海的国际水域肆意航行，造成这样的严重事故，其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其实呢，美国海军也知道，是吧？一旦核动力潜艇发生严重事故，它的后果如何？因此呢，在几天之后发布消息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提到了核动力装置没有受损，这艘潜艇呢还能航行。那么这是侥幸，一旦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在南海海域发生极为严重的事故，最终导致潜艇沉没，核动力装置破损，那么其影响不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那么这样的一个后果，美国能承担吗？因此，美国海军必须对这次海狼级核动力潜艇发生严重碰撞事故的问题做出解释，做出道歉，避免这样严重的核潜艇事故继续发生，还南海以及西太平洋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